参加专辑一架翻，伊朗总统列先班，美以背后笑得欢，怎料老虎要出山。5月19日，伊朗总统莱西所乘坐的直升飞机意外撞山坠毁，莱西以及伊朗外长西扬等人确认罹难。在巴以打得如火如荼的节骨眼上，突然来这么一档子事，同民人都知道是谁干的，这背后的势力无疑是在警告伊朗，你小子最好别乱出头，否则莱西就是下场。然而这招杀鸡儆猴来的明显不合时宜。因为巴以冲突的爆发，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暴行，以及此前以色列公然空袭伊朗驻叙利亚的大使馆，并且造成了多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高层伤亡的事件，整个伊朗对于以色列和美国的仇恨是处于顶峰的。这个时候搞掉莱西，明显就是火上浇油呀！这种骑脖子拉屎的行为，即使哈梅内伊能忍，伊朗国内的强硬派可忍不了呀。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6月2号的报道，伊朗强硬派代表前总统内贾德于6月2日当天正式前往伊朗内政部登记参加第14届的总统选举。内贾德是谁？那是号称伊朗第一反美斗士的狠人呢。他曾在联合国演讲时声称911是老美自导自演的惨剧，气得美国代表当场离席。他在任时曾公开喊话，应该把以色列这个国家从地图上抹去。他长期推进了伊朗核试验，在霍尔莫兹海峡搞军演，频繁威胁美军的军舰。美国媒体甚至称他为中东继萨达姆之后最危险的人物。1956年，老贾出生在伊朗北部的萨姆南省，这个盛产波斯地毯，一条10几万的那种。可惜老贾的父亲不会织地毯，他是个铁匠，本分，对宗教非常虔诚，这也导致老贾的童年生活异常的贫困，家里兄妹7个，吃饭都成问题。幸好母亲贤惠，不光树立起了孩子们的宗教信仰，还非常重视教育，一个铁匠的儿子一路读到大学，这在当地是非常了不起的。1976年，20岁的老贾参加了伊朗的高考，全国几十万人里，他考到了前500名，放咱们这里好歹也是个省状元了。就这样成绩优异、相貌平平的老贾，背负着全村人的期待，来到了首都德黑兰读大学。当时的伊朗巴列维王朝已经摇摇欲坠，伊斯兰革命党蠢蠢欲动。作为一个有文化、有理想、有信仰的新青年，老贾毅然参加了革命。他在学校里组织了神权支持者跟左翼学生、自由派的学生对抗，没事就组织大学生上街游行，有些事可能就是上天注定的。大学时的老贾虽然愤青，但跟反美八竿子也打不着。神奇的是，就在老贾愤青的那几年，一群狂热的革命青年冲入了美国驻伊朗的大使馆，绑架了其中的几十名的美国人。老美耍流氓耍了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被人耍流氓，挑着脚要求伊朗给出解释。搞笑的是，这起外交事件老贾大概率没有参与，美国人却一直认为内贾德就是领导之一。尤其是在内贾德当上总统后，美国报纸曾刊登恐怖分子总统的题目，以此来宣泄对伊朗的不满。老贾也从此跟老美结下了不解之缘。两伊战争爆发后，愤青内贾德毅然投笔从戎。像他这种高材生，伊朗是舍不得让他去当炮灰的，于是便把老贾安排在后方的情报机关里。战争后期，老内的情报工作搞烦了，打报告加入了伊朗的特种部队。没成想，这个瘦巴巴的老爷们儿竟然混成了伊朗陆军特种部队的高官。这一职位让他接触到了伊朗很多的军政大员，尤其是革命卫队的真正指挥者、现任领袖哈梅内伊，接触到了伊朗的灵魂人物。老贾算是前途光明了。战争结束后，老贾又回学校读完了硕士，当了几年的教书匠后，在90年代初开始步入政坛。俗话说朝中有人好做官，老贾一出山就当上了省长，在基层锻炼了几年，立马调回了首都德黑兰。等攒足了履历和资源，属于老贾的时代即将来临。当时的伊朗跟老美已经水火不容了，不论是初代领袖霍梅尼还是2代目哈梅内伊，反美一直是伊朗内部的共识。然而老美的制裁也让伊朗经济疲软。作为一个人口7000万、石油储备丰富、海外侨胞众多的大国，伊朗社会各阶层的主张，无论是激进还是温和，都有一定体量的支持者。这时候希望跟美西方缓和关系，从而获得发展机会的改革派逐渐掌握了时局。可惜伊朗这个国家从来都是宗教领袖说了算，哈梅内伊一看现任总统有亲西方的苗头，立马下令换人。就这样，铁匠之子、两伊老兵、反美斗士内贾德闪亮登场。作为一个机智的
宗教保守派。老贾的所作所为很合哈梅内伊的胃口，他对内允诺要给平民发福利，把石油的利润撒到全国人民的家里，对外坚决反美反以，丝毫不留情面。上台第2年，老贾在联合国大会上第一次演讲就痛批美国，斥责美国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侵略，说这是现代版的十字军东征，是伊斯兰世界的灾难。在他的口中，美国总统小布什是战争狂人，至于以色列总统沙龙则是不折不扣的屠夫。在2005年的全球反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上，老内甚至呼吁要把以色列从地球上抹除，引起全场的欢呼。除了喊口号，老内在国内也没闲着，他要求重启核电站，声称要和平利用核能，联络世界反美国家一起开会声讨美国，扬言一起组成反美石油联盟。老内这种将反美进行到底的行为，一度为他赢得了超高的支持率。选民们甚至表示，我选他没什么别的想法，就是想看他骂美国。而老贾也不负众望，除了到处反美外，没事就爱给群众发钱，选民支持领袖站台。老贾的总统当得稳如泰山，可惜老贾光顾着撒币反美了，丝毫没考虑到国内群众都穷到吃土了。在老贾的保守政策下，伊朗不光不跟美西方合作，连中东各国都不怎么来往。结果经过20多年的封闭，内部的发展到了极限，工业化缺乏技术和资金，体量虽然大，但是不强，国内的消费不振，人民生活水平提升很慢，中上阶层对国家不满，再加上老美不断加码的制裁，最终让伊朗经济在短期亢奋后进入剧烈的通货膨胀，物价居然上涨了50%，失业率陡增，国内的矛盾更加尖锐。玩不转的老贾只能黯然下台。结束任期后，老贾又回大学教书了。这么多年过去，国际形势已然不同，沙伊和解，中俄力挺，伊朗显然已经没有了经济智库的后顾之忧。在这个伊朗全民愤怒、美以万夫所指的时刻，内贾德这个扬言要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的前总统，很大可能会得到伊朗人民的支持。那么只要伊朗最高领袖和伊朗总统宪法监护委员会不出面否定他参加总统大选的资格，老贾复出估计也只是时间问题了。